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。买房子是选大社区还是选小社区呢？那我们看一下吧，分析一下。很多人看房子的时候，注意力都放在户型，还有价格，还有学区，但是呢，却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，就是社区的规模啊，是社区的规模。那但是当我们住进去这个房子之后，才发现社区太小了，几乎决定了你未来20年的居住的经验。在做决定之前，我们先把大社区和小社区真正的搞清楚。一般来说，社区的规模主要是看整体的建筑面积。建筑面积的话是在10万平方米以内的，我们通常就称为小社区。那如果说建筑面积达到了20到30万平方米的，甚至更大的，那我们就叫这个为大社区。这不是绝对的标准，但是的话足够用来判断居住形态上的差异。我们先来说一下优点吧。建得快，就是小社区嘛，小社区它适合什么样的人呢？那小社区的话，它是建得比较快的，而且的话不被长期的施工打扰。小社区的开发的周期通常是比较短的，2到3年的时间基本上就能完全的交付了。业主入住的时间呢是比较集中的，装修期是相对的一致。生活的节奏是更稳定的，不会出现住了3年还在施工的情况。不少的邻里关系呢是比较简单的，住户的数量也是少一点，进出的人员呢是相对的固定，邻居之间呢更容易的熟悉，管理的难度是很低的。社区的氛围往往是更安静，而且是有秩序的，公共资源更容易的轮到你，健身的器材呀，还有活动的空间啊、停车位啊等等的基础的配套，使用的压力呢是相对小的，设施就在那里，但是你都能用得上，这就是小社区住户的真实的感受。当然的话，小社区的话也有它自己的优点。也有除了优点嘛，还是有缺点的。它的配套是有限的，如果小社区本身又处在城市发展不成熟的区域，还有它的商业、交通、生活便利的程度，是很难指望社区自身去补齐的短板。整体的环境是很难做得到很大气的那种。因为它是受到了面积的限制，小社区它在绿化、景观层次、公共空间的舒适度上面，通常是很难和大社区相比的。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大社区吧。大社区又赢在哪里呢？大社区它的优点和缺点又在哪里呢？开发商的实力通常是更强的，大规模的项目对资金和管理的能力要求极高。能操盘的大社区的开发商，往往在品牌、资金还有安全性上是更有保障的。它的配套是更全面，生活的半径是更小。大社区往往有多种的户型可以选择，内部的绿化，还有会所，还有商铺、幼儿园等等的这些配置是更齐全的。很多的日常需求可以在社区内部解决，同时的话是因为它的体量大，更容易获得政府层面的配套的支持，周边的道路、公交、商业也会随着入住率是逐步的完善的。大社区的缺点，我们再来说一下，就是它等待的时间是比较长的，前期的话居住的体验是很一般的，从动工到完全的交付，大社区往往要3到5年的时间，甚至是更久。早期入住的业主是难免要忍受后期的施工带来的噪音还有灰尘。配套规划的是很完美的，实现的话就是很慢。很多设施确实写在规划里面，但是真正的成熟往往要等人住满了，商进来了，路修好了才成熟。如果你追求拎包即住、立刻方便，大社区是未必适合你的。
大社区和小社区的话，它是没有绝对的好与坏，只有适不适合。如果说你更在意安静、确定性强，不想长期被施工影响，那小社区化就是更友好。如果说你看重未来的发展、配套的潜力，还有生活的便利的程度，大社区是更有想象的空间。买房的话，本质上不是选最好的，而是选一个与你当下阶段最匹配的生活方式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，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房地产。多谢大家的支持。